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们推荐一本深刻影响无数家庭和个人生活的书籍《为何家会伤人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武志红，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揭示了家庭关系中那些常常被忽视的真相。《为何家会伤人》自出版以来，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。武志红老师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，揭示了家庭关系中那些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伤害。这些伤害不仅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，还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和行为模式。武志红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，拥有丰富的心理咨询经验。他的作品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真实感人的案例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、理解家庭、理解爱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仅是一本心理学著作，更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家庭关系中的问题并非不可改变，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、去理解、去改变，我们就能找到通往幸福家庭的道路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可以从家庭关系的困扰中解脱出来，找到真正的自我，那将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。正如一句名言所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而这本书正是帮助我们解开那些不幸的密码，找到幸福的钥匙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你的家庭生活中，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，你感到被误解、被忽视，甚至被伤害？这些时刻是否让你对家庭关系产生了困惑和迷茫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为何家会伤人将为你提供深刻的洞见和实用的解决方案。1. 家庭关系的核心：爱与控制。家庭关系的核心是爱，但很多时候，这种爱却以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武志红老师在书中指出，很多父母以爱的名义，对孩子进行过度的控制。这种控制不仅限制了孩子的自由，还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伤害。根据心理学的研究，控制型父母往往源于他们自身的焦虑和不安全感。他们通过控制孩子，来获得一种虚假的掌控感。然而，这种控制却让孩子感到窒息和压抑，导致他们在成年后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首先需要父母意识到自己的控制行为，并学习如何以更健康的方式表达爱。例如，可以通过积极的沟通和尊重孩子的独立性，来建立更加平等和信任的家庭关系。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，也能让父母从控制中获得解放，享受更加和谐的家庭生活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母亲总是对女儿的生活事无巨细的干涉，导致女儿在大学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和抑郁。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，这位母亲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并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。最终，母女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女儿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也得到了缓解。家庭中的情感忽视。情感忽视是指父母在情感上对孩子缺乏关注和回应。这种忽视虽然不像身体虐待那样明显，但其对孩子的伤害同样深远。情感忽视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孤独和无助，因为他们缺乏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和理解。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会导致他们在成年后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，甚至会出现自我价值感低的问题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父母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倾听和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。例如，可以通过每天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表达对他们的关爱和支持。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情感发展，也能让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。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，一位父亲总是忙于工作，忽略了孩子的情感需求。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，这位父亲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安排，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。最终，孩子变得更加开朗和自信，家庭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。3. 家庭中的角色定位。在很多家庭中，父母和孩子之间存在着固定的角色定位，这种角色定位往往限制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。角色定位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扮演的特定角色，例如听话的孩子、严厉的父亲等。这种角色定位虽然有助于维持家庭秩序，但也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不上和情感疏离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家庭成员需要学习如何打破固定的角色定位，建立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互动方式。例如，可以通过角色互换游戏，来体验彼此的感受和立场，从而增进理解和沟通。这不仅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，也能让每个人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母亲总是扮演严厉的母亲角色，导致孩子对她产生了畏惧和疏离。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，这位母亲开始尝试以更温柔和理解的方式与孩子相处，最终孩子变得更加亲近和信任她，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4. 家庭中的沟通问题。有效的沟通是健康家庭关系的基石。
然而，很多家庭在沟通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，例如缺乏倾听、情绪化表达等。沟通问题往往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误解和情感冲突。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，这些问题会逐渐积累，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和破裂。要改善家庭沟通，首先需要家庭成员学习如何倾听和表达。例如，可以通过积极的倾听技巧，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感受。同时，也要学会以非暴力沟通的方式，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情感。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家庭中的矛盾，也能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亲密。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，一对夫妻总是因为小事争吵不休。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，他们开始学习如何更好地倾听和表达。最终，他们的争吵逐渐减少，夫妻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。家庭中的权力斗争。权力斗争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为了争夺家庭中的主导权而进行的斗争。这种斗争往往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和冲突。权力斗争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和不信任。如果不能及时解决，这种斗争会逐渐升级，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。要解决权力斗争，家庭成员需要学习如何建立平等和信任的关系。例如，可以通过共同制定家庭规则，来明确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。同时，也要学会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和个人空间。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家庭中的矛盾，也能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稳定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对父母总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发生争执。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，他们开始共同制定教育计划，并尊重彼此的意见。最终，孩子的教育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，家庭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。通过以上对魏涵教会商人各个要点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心理学著作，更是一本关于爱与理解的指南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家庭关系中的问题并非不可改变，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、去理解、去改变，我们就能找到通往幸福家庭的道路。如果你正在为家庭关系中的问题而苦恼，如果你希望找到改善家庭关系的方法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《为何家会伤人》。这本书将为你提供深刻的洞见和实用的解决方案，帮助你建立更加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。记住，家庭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港湾，是我们力量的源泉。通过改变家庭关系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改变生活。正如武志红老师所说，爱是最好的疗愈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学习如何更好的爱与被爱，让家庭成为我们每个人幸福的源泉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而魏涵家会商人正是帮助我们解开那些不幸的密码，找到幸福的钥匙。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之路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启发和力量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庭生活。谢谢。